我成为丧尸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到处收集奶粉和尿不湿，只因我收养了一个人类女婴。所有丧尸都嘲笑我是个傻子，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婴居然是人族女帝转世。曾经的她征战四方，历经无数生死劫难，斩杀了无数异族强者，最终却因渡劫时惨遭偷袭，死在了星空虫族的母皇手中。如今她重生回到了50年前的末世初期，只不过却变成了一个婴儿。而我刚穿越到这个世界，就被丧尸袭击，最终也变成了一具丧尸。不过还好保留了人类的意识。我靠着在商店冰箱里找到的冻肉生存了1个月，如今冰箱里的肉开始腐烂。虽然丧尸是吃烂肉的，但有着人类思维的我绝不能接受。没办法，我只好乔装成普通丧尸外出寻找食物。就当我进入一户人家准备进厨房时，却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婴儿啼哭。当我撬开卧室门后，发现屋内布置温馨，与客厅的血迹形成鲜明对比。那床上竟有个6、7个月大的女婴在哇哇大哭，应该是那对夫妻在他们生命最后时刻锁住卧室门保护孩子。与此同时，云若雪彻底心如死灰，自己好不容易重生，没曾想第一个看到的不是父母，而是一个丧尸。本身就已经许久没有进食，再加上此刻巨大的惊恐，云若雪在生理恐惧与饥饿之下成功晕了过去。看着这小家伙的模样，我有些惊讶，虽然只有5、6个月大，但眼神中竟能透露出悲哀与无奈。这一世界，我竟然有点感同身受。我与小家伙都是莫名来到这个世界，又很倒霉的遇到了末日危机的可怜人，而这个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新生命，就好像是黑暗当中的光亮，让我找到了新方向。于是我决定收养这个小家伙，但我突然发现，小家伙好像已经饿晕了，而房间中的奶粉罐已经空了。我决定出门弄点奶粉。我关好小家伙锁在卧室的门，并把沙发搬到门口，防止丧尸进入。可在厨房搜寻食物未果之后，我只能前往楼上搜寻。3楼楼道满是风干的黑褐色血迹，地上也有不可名状的残肢碎片。即使开着单元门，但仍然腐臭不堪，甚至楼道里还有数只身躯残缺的丧尸。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径直搜刮房屋。可连续翻了几家厨房都未找到奶粉，只找到少量未完全腐烂的生肉。直到搜寻5楼一户人家的时候，女主人变成了丧尸，而她的孩子已被她吞入腹中。我陷入沉默。若小家伙没有被反锁在卧室当中，恐怕下场也是如此。幸运的是，我在厨房找到了2罐未开封的奶粉，以及2斤还未腐败的生肉。云若雪在迷糊中感受到奶味灌入嘴中，她下意识的吸水，在获得能量补充后，艰难的睁开了眼睛，却发现自己没死，甚至有一头丧尸正像奶妈一样用勺子喂自己喝奶。在她前世记忆里，丧尸都是只知道嗜血的怪物，甚至她自己就解决过变成丧尸的同伴。莫非这丧尸是想将我养大再吃？我不清楚小家伙想了什么，只是看到他重新睁眼，心中彻底放松。可小家伙因长时间未进食，当我喂完1碗奶粉后，他却没吃饱。但我一时之间忘记自己是丧尸，本想说话，却发现自己发出一声低吼。于是我闭上嘴，默默转身，接连冲了3碗奶粉才将他喂饱。我感他养孩子不易，意识到以后要多带点奶粉。好在奶粉密封保存时间长，不用担心会坏。云若雪吃饱喝足后，满足地躺在婴儿床上，她感到十分离谱。眼前这头丧尸身上的气息，很明显就是一头刚刚转化不久且实力很低的1阶丧尸，而这种级别的丧尸不可能有灵智。可她却完全想不通究竟怎么回事。但作为经历过各种生死危机的女帝，云若雪已逐渐冷静下来，虽心中仍有惊惧，但想到即使丧尸真要吃了她现在也能做个饱死鬼，便不再过于忧虑。因多日饥饿和惊恐导致的神经紧绷，如今彻底放松下来，云若雪忍不住沉沉睡去。我看着小家伙的睡颜，忍不住勾起嘴角。这还是头一次感受到宁静与美好。可是若将几个月大的小家伙留在原地，必死无疑。于是我决定将他带走。这是个老旧的7层居民楼，目前的2层并不安全，而7楼作为顶楼相对安全。或许是小区老旧的原因，小区丧尸数量并不多，但这些丧尸已经饥肠辘辘，我可不敢带着小家伙招摇过市。于是我拿着撬棍从背后轻松爆头，解决掉路上的丧尸。在安顿好小家伙之后，我给自己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此时除去伤口狰狞外，我亦与普通人类无异。但最关键的是，我在房间之中找到了较为齐全的婴儿用品，估计是一家人在丧尸爆发后仓皇逃离留下的。而或许是我最近活动频繁，本来变成丧尸后非常僵硬的四肢似乎变得协调了许多，甚至能做出一些简单的人类动作。我虽然对此感到疑惑，但未多想，心思全放在云若雪身上。就在我拿着尿不湿准备给她换上时，云若雪脑海当中突然浮现一个惊人的念头。如果之前对我投喂她只感到困惑，那么现在对于我会换尿不湿这件事，她直接确定我可能保留了人类意识。当回忆起与我初次接触的细节，她发现与其他丧尸不同，我会转动门把手，用撬棍撬门，还会冲泡奶粉喂食，但这些行为却都不符合普通1阶丧尸的本能。她越发笃定我保留了人类意识，认为只有人类意志才能压制丧尸的嗜血本能。可下一秒，云若雪瞪大了双眼，她眼前这个丧尸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女的。没想到自己一时清白毁在了尿不湿上，但很快她便释怀，毕竟能重生已是幸事，而且自己的命是这个丧尸救的，这点小事不应该计较。云若雪看到肢体僵硬的我，仍笨拙地为她换尿不湿，心中既感动又心酸。她想象着我曾拥有幸福家庭，却遭遇末日后变成了丧尸，而这种无法融入任何群体的孤独与痛苦，触动了她内心柔软的部分。于是她决定接纳我，成为她的丧尸爸爸。我收拾好新家后，考虑到我和小家伙的食物需求，决定多多储备食物。可白天外出会引起幸存者的怀疑，很容易暴露自己和小家伙。于是我选择在夜晚行动。出发前，我不仅关上卧室门，甚至还用柜子挡住楼梯口，防备丧尸和人类闯入。我目睹过许多
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行为，深知末日时人性的黑暗面，因此格外谨慎。我将1楼的铁门牢牢绑住，这才开始搜寻物资。附近居民区虽单货储备不多，但积少成多也有不少食物。将登山包装满之后，我又抱着大量奶粉在黑夜中前行。但我突然察觉到不对，这才发现高挂天空的月亮已鲜红无比。与此同时，醒来后的云若雪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她舒舒服服的在尿不湿里方便完，突然看见窗外的血月，看来全球进化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看到血月虽感惊讶，但因身处丧尸末日的世界，且从科幻电影中见过类似情景，便很快接受了这一现象，认为这才是末日该有的景象。我开始不停地搬运物资，甚至连书籍读物也不放过。但来回搬运第4次时，我突然感觉身体不对劲，冰冷的体内诡异地出现了炙热的温度，这让我既陌生又熟悉，仿佛回到了生前。但紧接着，我大脑瘙痒难耐，脑仁似乎要炸裂一般。我猜测是人类意识即将消失，自己即将要变成纯粹嗜血的丧尸。我的内心一度慌乱，除了我之外，甚至其他丧尸在月光下也出现了与我相同的变化。而被月光笼罩的幸存者，身体也在发热，体内血液流速加快，甚至骨骼变得更加坚韧，并且在卧室里的云若雪也被血红色月光笼罩，娇小的身躯微微颤抖，浑身发热。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清醒了。虽然并未发现周围环境有明显变化，但一开始行动，我便察觉到自己的身手更加敏捷，不再像之前作为丧尸时那样僵硬。我惊奇地发现身上黑色脉络变淡，自己的头顶也重新长出了头发，甚至大街上游荡的丧尸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狰狞恶心的模样变得多少有些人样。我内心多了一丝窃喜，看来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当我路过一头丧尸时，心中却涌起奇怪的感觉，总感觉自己与这个丧尸之间有一条丝线，吓得我还以为是出现幻觉了。但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有了特殊能力，能将思想通过丝线注入丧尸，就如同操控人偶。当我集中注意力后，发现与丧尸的联系愈发紧密，并成功控制丧尸做出复杂动作。我将这个能力命名为控尸，而我经过反复确认后，发现目前最多只能同时操控2头丧尸，且距离太远无法准确下达命令。我觉得这可能与自己的精神力有关。随后我将被操控的丧尸命名为尸偶。在感觉到些许疲惫时，我突然想起独自在家的云若雪，于是操控2个尸偶背起收集的物资，迅速朝小区赶去。不得不说，丧尸真是天生的牛马，可以不吃不喝不要薪水。与此同时，经过血液洗礼之后，云若雪从昏睡中苏醒，在大量信息涌入脑海后，她满眼兴奋。与前世觉醒的天赋不同，这次她甚至觉醒了念力掌控的能力，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念可以操控物体。而最让她惊喜的是，她竟然重新获得了前世的时间掌控能力。这2种天赋都有成为顶尖强者的潜力。她前世仅靠时间掌控就成就了女帝之位，更别说这一世觉醒了双天赋，攻防皆能发挥奇效。云若雪尝试使用能力后，可因为婴儿身体太弱，没一会儿她的脑海出现了刺痛、虚脱等症状。即使现在精神力十分薄弱，但她仍对未来充满期待，相信随着成长，未来实力将远超前世，甚至开始幻想长大后战胜前世击杀自己的重组女皇。突然，屋外传来动静，云若雪便猜测是自己那丧尸爸爸回来了。她现在不由得好奇，拥有人类意识的丧尸在洗礼后，会不会也像人类一样觉醒出特殊能力？而我看到楼道里的衣柜未动，我松了口气，这是我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有了牵挂的感觉。轻松移开衣柜，冲到卧室，看到云若雪醒着，乖乖地看着我。虽然我连恋爱都没有谈过，但此时我居然有了当爸爸的感觉。随后我走进厨房，但因停水停电，只能用矿泉水为小家伙冲奶粉。就在我搅拌奶粉的时候，云若雪也在打量着自己这个丧尸爸爸。她发现我有变化，但不明显，不过现在多少有了点人类的模样，这与她记忆中的丧尸进化类型不同。在前世，丧尸有多种进化类型，如坦克型丧尸，体型变得异常高壮，抗击打能力出众，宛如战场上的主战坦克，是幸存者的噩梦。但她原本对身为特殊丧尸的我，在血月后的进化抱有很大期望，毕竟在末世，强大的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可看到我变化不明显，她不免感到失望。于是云若雪暗暗决定，等她长大后要拥有强大的实力来保护我。她深知若不是我，自己重生为婴儿，一定会在这末世死掉。她有恩必报，更何况是如此天大的恩情。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从来都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更别说她知晓丧尸进化的主要方式，最主要的进化方式便是通过吞噬生灵。除此之外，则是掠食丧尸大脑中的晶核。那些觉醒了超凡能力的奇特丧尸，不管是何等种类，都会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形成晶核。她有信心凭借自己重生后的优势掠夺晶核，帮我进化为高级丧尸。届时我将具备语言能力，身躯也会向人类转变。我并不知道小家伙的想法，只是看到他眼巴巴地盯着我，觉得十分好笑。虽然我并不能说话，但仍对着小家伙比划着，想告诉他自己安排了2个丧尸保镖，还为他准备了玩具。当然，除了玩具，我甚至还带了5年模拟3年高考等读物。我突然意识到，还未给云若雪取名。在思索后，因我们住在7楼，便决定给她取小名叫七七，希望这个名字能让我们铭记在7楼小家的美好时光。我对一晚上收集的物资感到满意，认为足够我和七七吃很长时间。而考虑到末世的不确定性，我决定先在家中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安全后再外出。我来到客厅，捡起一柄长约半米左右的钢制砍刀。不知道原来这家的主人究竟是从事什么工作，竟然能够拥有这么长的一把非常锋利的砍刀。虽未学过刀法，但凭借丧尸的强大肉身力量，我能流畅的挥舞砍刀。我思索着武侠小说和电影中的招式，在客厅演练。现在的我持刀肯定轻松，以一敌几。而正当我练习刀法之时，云若雪休息了一会儿后，便又开始琢磨起了自己的天赋能力。对于新觉
醒的念力掌控。他集中念力控制床头柜上的银针，尽管目前操控速度缓慢，但银针仍然在空中滑行起来。就这样，时光一晃，2天的时间过去了，2个人过得都非常充实。这时，我给云若雪喂完奶后，听到外面有动静，通过阳台窗户看到街道上2头丧尸在没有争抢食物的情况下相互撕扯打架。这一异常行为超出了我对丧尸习性的认知。由于7楼太高看不清楚，我直接选择下到4楼查看状况。一头丧尸体型近2米，力量强大，脾气健硕；另一头丧尸躯干纤细，但双爪锋利如匕首。体型健硕的坦克型丧尸防御力强，敏捷型丧尸攻击力高，但破防困难。经过一番混战，坦克丧尸凭借强大力量将敏捷丧尸打飞，最后一拳砸碎其脑袋致其死亡，并从其脑袋里掏出一枚白色金核。我对这2头丧尸远超自己的强大实力感到震惊，庆幸自己应谨慎未出门。看来这个世界比想象中更残酷，自己绝不能因进化而沾沾自喜。而在看到坦克丧尸掏出金核后，我心中涌起强烈的渴望，本能觉得这金核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难道说这2头丧尸的大战就是为了争抢对方脑袋当中的金核？我看到大块头丧尸吃下白色金核后，兴奋地捶胸嘶吼，然后猛地捶向周围的车辆。周边的一些普通丧尸在听到这动静后纷纷怔住，然后全都选择拉开了距离，本能地对这头丧尸感到害怕。我猜测金核或许能提升丧尸进化后的能力，尤其是看到金核时产生的原始渴望远超对血肉的欲望。若能吃下金核，绝对能提升操控丧尸的能力。可现在自己明显不是这家伙的对手。突然间，我看到厨房的煤气罐后，直接想到了智取的办法。与此同时，云若雪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虽看不到楼下的情况，但凭借重生经验，她猜到血月后全球进入了进化高潮，丧尸和凶兽为进化互相厮杀，人类幸存者开始猎取金核。后期还研究出了修炼之法。而云若雪作为人族当中的绝世女帝，她前世所修炼的便是最为顶级的琉璃呼吸法。云若雪明白自己的丧尸爸爸作为普通低级丧尸，在末世难以存活，自己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保护2人。现在虽然是个婴儿，可同样可以修炼琉璃呼吸法，利用血月后空气中弥漫的能量因子开始修炼。运转功法后，她身躯颤抖，能量因子缓缓进入体内。云若雪庆幸重生，在末世前期便得以利用琉璃呼吸法修炼，大量能量因子涌入体内，让她骨骼更坚韧，薄弱的念力也得到了加强。我从楼下回到卧室的时候，看到她身体颤抖，我以为她着凉感冒了，赶忙拿被子给她盖上。云若雪被惊醒，看到我担忧的样子，觉得好笑，同时感受到来自丧尸爸爸的父爱温暖。她前世在孤儿院长大，尝尽人情冷暖，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父爱。见到小七七没有事，便开始思索起如何搞定外面那头丧尸。这么一个危险的炸弹，必须尽快解决。傍晚，我派出被意念操控的1号尸偶去挑衅在商铺内正在消化金核力量的坦克丧尸。尸偶用花盆砸中坦克丧尸后掉头就跑，成功将其引到提前布置好煤气罐的商铺。1号尸偶才刚刚跑进店铺，坦克丧尸猛地一冲，庞大的体型直接撞进了室内，直接就把我的尸偶给砸得稀巴烂。此时2号尸偶进入店铺，关上门便用打火机引燃了煤气罐。正面承受爆炸的坦克丧尸在火海中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嘶吼。等他从店铺内挣扎着逃出来时，直接一头倒在了门口。煤气罐爆炸后，我及时抽离了自己控制尸偶的意识，看到大块头丧尸被烧成焦炭倒在门口。我等了10几分钟，确认丧尸死透后，才壮着胆子靠近。靠近后，我发现丧尸被烧得面目全非，身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我挥动砍刀，费了很大力气才破开丧尸后脑，发现一枚白中带红的金核。这金核对我的诱惑比之前看到的纯白色金核更强烈。根据观察，纯白色金核是丧尸在进化基础上通过吞噬其他丧尸而产生的，而这枚带红的金核显然更高一级。由于丧尸逐渐被火光吸引过来，我收起金核，选了2个4肢健全的丧尸作为新的尸偶。返回小区后，安排新尸偶在楼下看门，我自己来到3楼。在确认安全后，我压抑不住内心对金核的渴望，将其吞入腹中。金核淬炼身躯的同时，肌肤进一步向人类形态转变，除了外表形象改善，自身的肉身力量、敏捷等都有小幅度提升。在经历短暂晕胀后，我头脑变得格外清醒，五感更加敏锐，操控丧尸也更加游刃有余。目前自己能同时操控5个丧尸，还获得了共享视野的新能力，突破了之前只能在视线内操控尸偶的限制，现在可以远程操控。经测试，念力的辐射极限距离为1000米，在这个范围内，我无需亲自出面就可操控尸偶行动，大大增强了保命能力。云若雪听到商铺的爆炸声和进化丧尸的嘶吼，她自己身处7楼，并不担心暴露，但我迟迟未归，却让她十分揪心。她深知以自己婴儿的状态，面对强化了战斗力的进阶丧尸毫无胜算。她明白遭遇此类丧尸的危险，只能祈求上天不要让她失去这个给予她父爱的丧尸爸爸。本来想继续修炼琉璃呼吸法，也因为心烦意乱，根本难以继续下去。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开门的声音，云若雪顿时松了口气，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笑意。毕竟也只有自己这个丧尸爸爸才能开锁开门。我回来后看到云若雪微笑的模样，内心温暖，想到自己实力提升能更好的保护她，随后开心的走进厨房为她冲奶粉。看着她喝奶香甜的样子，我只觉得自己这副腐朽的身躯又散发出了磅礴的生机。实力提升后的2天里，我通过念力操控尸偶，在附近搜寻物资，将楼下几层房间当作仓库。除了收集了婴儿用品和食品，还找到了许多对付丧尸的工具。这几天虽然每天基本上都重复着差不多的生活，不过内心还是觉得非常充实。毕竟自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实力在不断变强。而云若雪每天除了喝奶，就是修炼琉璃呼吸法。她偶尔听到客厅里若有若无的声音，联想到前2天的异常，猜测我
我应该已经遇到了进化出特殊能力的超凡丧尸。他深知进化丧尸的强大，其威压和战斗力远超普通丧尸。况且普通丧尸在这个变化后的世界中处于底层地位，面临着来自人类幸存者、丧尸同类以及变异凶兽的多重威胁。他感动于我，即便身处困境，仍未放弃照顾自己。联想到末世中人性的泯灭，更觉得自己这丧尸老爹能保留人性光辉的难能可贵。在经过多日修炼，他的念力强度大幅提升，能操控银针以极快的速度飞射，配合时间掌控能力，他自信可悄无声息地杀人。但他不满足于此，要在末世生存下去，还需变得更强。与此同时，我派遣尸偶在周边楼房搜寻物资时，发现有个屋子的原主人可能是格斗爱好者，所以留下了许多格斗教科书，其中记载了多种近身格斗招式。我本身身体素质经丧尸进化后强于常人，如今身躯不再僵硬，能更得心应手地学习和施展复杂的格斗动作。虽然丧尸攻击方式原始粗暴，但人类开发大脑总结出的现代搏击招式更科学有效。尽管自己进化方向不在肉身近战，但我认为科学的格斗技巧能弥补身体素质的差距，还能利用丧尸无惧被咬的特点，最大效率地使用武器作战。我在掌握了一些格斗要领并训练后，操控尸偶到6楼客厅，解除念力控制后，他们直接成了我的陪练对象。要知道，丧尸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但经过实练后，我发现单纯依靠理论学习和自我摸索，根本不足以应对真实的对抗场景，只有实战才是磨练距离感、掌控对手反应、判断等能力的重中之重。经过反复磨练，我在格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面对普通丧尸的正面攻击也能轻松应对，从格斗小白成长为具备一定技巧的格斗好手。而且我发现自己能够一心多用，一边练习格斗一边操控尸偶搜寻物资，通过共享尸偶视野观察周边情况。就在这时，我发现阳光小区1号楼3楼有2头丧尸在搜刮物资，随后一个血色身影突然出现，那速度十分恐怖，要不是地上留下的痕迹，我甚至还以为自己眼花了。我操控尸偶追踪血色身影，终于几分钟后看清了这头丧尸，它的形象极其狰狞恐怖，不仅皮肤脱落，牙齿和舌头也变得异常怪异，双手和双脚变异成凶兽利爪，失去了站立能力，只能4足爬行，但它却拥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强大的爆发力，能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轻松飞檐走壁。面对这头血色丧尸，我的尸偶表现出恐惧，而这头丧尸速度极快，瞬间秒杀了我操控的2头尸偶。这究竟是什么怪物？视线回归本体后，我仍旧感到心有余悸。血月之后，一些丧尸进化出的能力超乎想象，自己目前的实力远远无法与之抗衡，即使5头尸偶一起上，也可能瞬间被秒杀。我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头血色丧尸不会来到自己所在的5号楼，不敢浪费时间。我每天通过与丧尸进行格斗练习提升实力。1周后，在6楼客厅面对3头体型壮硕丧尸的围攻，我可以在狭窄空间内灵活应对，并找准时机以独特技巧迅速将丧尸击败。在练习格斗术的同时，我让尸偶在搜寻物资的同时寻找着进化丧尸的动向。像血色丧尸这种难以对付的怪物，在没有足够实力前不能贸然挑衅，而像之前遇到的大块头丧尸和敏捷型丧尸相对好对付一些。通过这几天的摸索，我已经发现那种晶核多半只在进化丧尸的脑中产生。与此同时，7楼卧室里身为婴儿的云若雪，从一开始移动银针都疲惫不堪，到现在能让自己婴儿身躯悬浮1-2厘米。对于人类而言，御空飞行恐怕是所有人的梦想。云若雪虽然目前还无法实现这一点，但经过这段时间不停的修炼，现在总算有了一点末世自保的能力。其实他不知道，如果这被那些大型幸存者营地知晓，恐怕都会蜂拥而至招揽他。身为婴儿却能将身躯悬浮，这成就简直惊人。结束了6楼的格斗训练后，我操控尸偶处理被拆解的丧尸，正准备上楼给七七喂奶时，负责搜集资源的尸偶传来了新发现。在不远处，一头体型削瘦但速度大幅提升的敏捷型丧尸正在追赶一个面黄肌瘦的人类幸存者。这个幸存者因囤粮吃完，被迫外出找食物，不幸遭遇了我寻觅许久的进化丧尸。敏捷丧尸速度极快，通过利爪插穿车门达成完美漂移，迅速追上并杀死了幸存者。我看到这一幕，意识到机会来了。自从吞噬金核体验到能量暴涨后，我一心渴望变强，随即派遣尸偶跟上监视这头敏捷型丧尸。我先留1头尸偶监视其动向，又调遣4头尸偶手持消防斧赶来。5头尸偶汇聚后，我让他们佯装成普通丧尸，拉开适当距离，呈半包围态势慢慢靠近正在享用人类血肉的敏捷型丧尸。之所以如此布局，是考虑到敏捷型丧尸速度快，如果贸然行动，尸偶可能全军覆没。当距离敏捷型丧尸只剩10米时，我操控5头尸偶突然冲锋。敏捷型丧尸虽仗着速度快躲开了多数攻击，但因我的半包围策略，右臂和后背还是被砍伤。不过有1头尸偶因斧子卡在丧尸肋骨间，被敏捷型丧尸愤怒地撕碎了头颅。我又控制2头尸偶正面佯攻，吸引丧尸注意力，另2头尸偶趁机挥斧攻击。敏捷型丧尸虽拍退了正面佯攻的丧尸，但还是没能躲过腰间的横斩，大片血肉被割下。受伤的敏捷型丧尸爆发速度又撕碎了1头尸偶的头颅。然而其余3头尸偶迅速冲上来，敏捷型丧尸终究无法躲过密集的斧头攻击，最终被击杀。成功击杀敏捷型丧尸后，我操
操控剩余尸偶挖出金河，随后剩余尸偶挖出金河，随后迅速返回小区。回到小区后，我安排尸偶守在楼门，自己拿着金河到6楼，发现这枚金河与之前吞噬的一样，是带有一抹红色的白色金河。看来这个敏捷型丧尸也已吞噬过金河。我吞下金河，再次感受磅礴能量席卷全身。过程结束后，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此时已经能操控10头丧尸，控制极限距离更是高达3000米。实力提升的兴奋之下，我在丧尸群中挑选了10头4肢健壮的丧尸，为他们配备消防服，组建了一支气势强悍的丧尸小队。看着这支小队，我充满自信，幻想着建立庞大的丧尸大军，凭借强大念力和众多尸偶征战四方，甚至想好了走暴冰流路线。但我未忘记1号楼那个恐怖的血色怪物，今日与敏捷丧尸交手后，对比之下更绝其可怕。目前虽有10头尸偶，但对怪物了解太少，难以保证战胜，决定过几天再派尸偶试探，以了解其真实实力。毕竟这怪物如定时炸弹，让我难以安心。3天时间里，我将6楼改造成训练室，通过与丧尸对战，发现自身身体素质经进化后全面提升。我满意的点点头，自己现在这副身躯才像是末日生存者的样子。训练结束后，我控制尸偶清理战斗残留，清洗身上血迹后，回7楼给小七七喂奶。看着小家伙那一脸纯真的笑容，我也忍不住微微一笑。小家伙的胃口倒是越来越好了。喂完奶，用搜刮来的玩具逗小七七。云若雪看着丧尸爸爸用着拙劣的手法逗着自己，一时十分无语。自己虽然表面上像是个婴儿，可内心却是一个成熟冷静、杀伐果断的绝世女帝。不过毕竟这也是自己丧尸爸爸的一番好意，只能笑了笑。可没想到我在看到他配合的笑容后更加卖力，云若雪眼皮都忍不住一跳。罢了，就当做是锻炼自己的念力吧。陪云若雪玩过后，我决定试探1号楼血色怪物的实力，从普通丧尸群中挑选了10头身材高大健硕的尸偶，为他们手持消防斧，气势强悍。但我觉得还不够，想起街头拐角电动车行售卖头盔，便带尸偶砸开店门，为每头尸偶配备了全包裹式摩托车头盔。毕竟丧尸的脑袋是致命弱点，哪怕身躯被撕裂，只要头部没有被打烂，仍旧能反手就给对方一斧。准备妥当后，我远程操控这支改头换面的尸偶小队，浩浩荡荡朝1号楼进发。因自身念力辐射范围达3000米，且深知近战不敌，我最终选择在5号楼稳妥指挥。尸偶小队从1楼开始谨慎排查每个房间和角落，尤其留意天花板，以防擅长飞檐走壁的血色怪物突袭。很快，尸偶就搜索完了4层楼，仍旧血色怪物突袭。仍旧没有发现那头血色怪物的踪迹。可他们不知道，血色怪物正如蜘蛛般趴在5楼的死角。在等到尸偶上楼的途中，怪物突然发动攻击，一击就将离门口最近的尸偶击飞。好在头盔防护使尸偶未死，我迅速操控尸偶群反击，挥动消防斧攻击。若是云若雪在场，她肯定能够一眼认出，眼前这头丧尸正是末日进化后的舔食者丧尸。在云若雪前世记忆中，这丧尸在末世初期给人类幸存者造成了极大伤亡。此时舔食者被激怒，双爪动作迅捷，拍飞了数头尸偶。但尸偶在我控制下不顾自身受伤，死死抱住他的爪子。随后其他尸偶的斧头当头劈下，舔食者陷入尸偶包围圈，虽成功跳闪出去，但仍被连续劈中。我尝试让几头尸偶连续劈斩同一位置，最终在我操控下，3头尸偶合力砍掉了舔食者一条手臂。受伤的舔食者跳上天花板，我操控尸偶进行丢斧攻击，但舔食者速度实在太快，而自己操控的低级尸偶力度以及准头的直线下降。舔食者打碎玻璃逃到大楼外墙，眨眼间消失不见。我暗骂自己低估了他的实力，虽然准备充分，但仍让他跑掉了。这头舔食者丧尸行动迅猛，能在大楼外墙如履平地，此次逃脱可能使其警觉甚至报复。我庆幸给尸偶戴了头盔，减少了损失，但目前最担心的就是这血色怪物，万一哪天悄悄摸到了5号楼就糟了。要是他发现了小家伙，到时候从外墙爬上去，根本防不胜防。我迅速调整情绪，制定防守计划，安排3头强壮尸偶在5号楼全副武装巡逻，这样就算怪物悄悄潜入进来，自己也能及时知晓。同时派出其他尸偶寻找其他进化型丧尸。原本吞噬2枚金和提升实力已经让我十分兴奋，但这头血色怪物让我意识到自己仍然只是个小卡拉米。此时云若雪在7楼卧室，此刻正操控着2个布娃娃在半空当中不停的飞舞。作为一代女帝，她本身是不喜欢这种玩意的，但为了不让我的好意落空，再加上后来发现用布娃娃练习念力也十分不错。这时感应到我回来了，云若雪立马将娃娃抱在怀中。我进来看到她开心玩耍，情绪瞬间得到治愈。小家伙，这个世界太过黑暗与破败，希望你长大以后不会对这个世界失望，你一定能够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的长大。希望我们2个都能够在这个末日中继续生活下去。我看着卧室的窗户，立马严肃起来，接着出去抱回木板和钉子封窗。云若雪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己的丧尸爸爸，这几天他都没怎么出去，现在又把窗户封上，难道是这丧尸爸爸感觉到了进化丧尸实力的强大，所以害怕到想要逃避外界的纷乱？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理由最合理。看来他这个丧尸爸爸还真是个胆小鬼，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选项，那就是我其实是为了保护他才做的这一系列事情。而且在血月之后，人类当中也诞生出了不少的进化者。一开始面对普通丧尸还都仓皇逃走，但到了后期，就算是普通人类也能够轻松猎杀这些低阶丧尸。此时我仍然在不停地盯着钉子，过了好一阵，总算是把这窗户做好了防御。封窗是我给留了透光通风的洞口，既保证防御，又不让云若雪生活在压抑环境中，还能给自己争取应对血色怪物的反应时间。此后3天，血色怪物虽未现身，我依旧安排尸偶在5号楼巡逻，不敢掉以轻心。突然，我感到脑海传来一阵精神波动，一个尸偶
在2条街外的小卖部搜寻物资时，遭遇了几名人类幸存者。幸存者起初以为是普通丧尸，看到尸偶回头确认身份后惊恐不已。其中一名叫铁柱的强壮男子拎着铁棍冲向尸偶，我操控尸偶用消防斧对抗，一交手我便大吃一惊，自己选择的尸偶都是一些体型比较强壮的，而且丧尸本身力大吃一惊，自己选择的尸偶都是一些体型比较强壮的，而且丧尸本身力度就要比普通人类大上一些。可我没想到这名男子的力度极大，从钢管上传来的强横力道震得尸偶手臂一阵发麻。铁柱力量惊人，震飞了尸偶手中的斧头，并一棍砸爆了他的脑袋。铁柱来到倒地的尸偶面前，有些疑惑，这个世界还真是离谱，竟然连丧尸都会使用武器了，难不成这又是什么新的进化类型丧尸？不过他没有过多纠结，随后招呼同伴赶紧搬物资，担心引来进化丧尸。见到铁柱一棍就能砸死丧尸，其余几名同伴一边搜刮着物资，一边吹捧，还好有铁柱哥在，不然我们可找不到这么多的食物。是啊，进化丧尸算什么？有铁柱大哥的神力在，那还不是一棍子的事情。毕竟为了在末世中有一个强大的靠山，众人也不得不舔着脸陪笑。被称为铁柱的男子在听到同伴的恭维后，也是十分得意。我对在末世1个多月后还能遇到人类幸存者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个与尸偶交手、力量强悍的铁柱，估计他可能是进化后的人类，毕竟普通人类难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鉴于人类的智慧和复杂思想，我担心因物资被人类幸存者盯上，危及自己和小七七的安全，决定不再派尸偶前往那片区域。偶遇人类幸存者的插曲过后，转眼间又是几天时间过去，我目前已经停止了收集物资，因为这几头尸偶的效率实在太高，整个5号楼各个房间之中都已经被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资。与此同时，云若雪这段时间正不断用自己的念力在卧室的床上进行爬行训练。随着对身体的掌控能力越来越高，云若雪在床上爬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终于靠着念力的加持学会了行走。就在这时，我推门走了进来，看到床上的这一幕，直接惊掉了下巴。小家伙这才几个月，怎么就会直立行走？我先是震惊，随后满是惊喜。虽早有让云若雪适应末世生活的想法，但没想到她这么小就学会了走路。我将云若雪抱到客厅，认为平坦地面更利于她练习。云若雪凭借念力很快适应，不过因肉身力量有限，耗费念力平衡身体，练习片刻后便停了下来。我以为她累了，将其抱到沙发休息。之后，我拿着钢制砍刀在阳台练习刀法，吞噬金河后身体全面进化。此刻挥舞着这柄钢制砍刀划过半空，响起了破空之声。自己目前的练习也仅仅只是通过前世一些对于武侠的记忆，模仿着简单的套路挥舞砍刀。但我总觉得，只要自己变强，又算是搬块砖也能让他人破防。云若雪看到后惊讶不已，我居然在提升实力。她认为我只是普通丧尸，却因具备人类意识能使用兵器，在普通低阶丧尸中占据优势。然而前世作为人族女帝，云若雪在战斗和武技修炼上经验丰富，她觉得我练习的刀法未免也太垃圾了。但凡遇到一个武力值强一些的对手，几乎都能瞬间将他的丧尸爸爸秒杀。而我见云若雪盯着自己，误以为她被刀法吸引，心中颇为得意，一时间挥舞得更加卖力。接下来几天，我让小七七在6楼客厅自由活动。6楼因为我经常训练的缘故，更加宽敞明亮，比被木板封住窗户的7楼卧室好多了。我在阳台练刀法和格斗，云若雪就在客厅练习直立行走，同时暗中锻炼念力操控。在我的陪伴下，小家伙每天都走得愈发稳健，简直就是神童。但云若雪内心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血月异变之后，丧尸和凶兽都在疯狂进化，像我这样的普通丧尸迟早会没有生存空间。他必须尽快成长起来，最起码不能在这末世当中拖后腿。就在我们各自提升的时候，楼外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我心神一动，立刻切换到尸偶视角。小区绿化带上，2头血月后变异的丧尸正在激烈厮杀，一头是体型近2米5的坦克型丧尸，双拳挥舞护生风，每一拳都能在地上砸出深坑；另一头则是我之前见过的舔食者，四足伏地动作极其迅捷，利爪万砸出深坑；另一头则是我之前见过的舔食者，四足伏地动作极其迅捷，利爪宛如弯刀。2头强大的进化丧尸打得难分难解，我心头一热，这可是大好的机会。2头进化丧尸同时出现，且在互相消耗，只要等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就能坐收渔翁之利。我直接出了房门，下楼集结尸偶小队。云若雪听到外面的动静十分无语，她不知道我有操控尸偶的能力，还以为我要去跟进化丧尸硬拼，可她现在行动都不自如，只能在屋内暗自祈祷。而我在下楼的同时，便开始召集全部尸偶，10头全副武装的家伙悄悄朝绿化带靠近。经过漫长的厮杀，2头丧尸终于两败俱伤。血色怪物撕掉了坦克丧尸的一条臂膀，最终坦克丧尸倒地身亡，血色怪物惨胜。就在他准备驱走金河时，我的尸偶小队猛然围了上去。血色怪物怒吼，想要驱逐尸偶，但被我操控的尸偶不受威压影响，10头尸偶轮着消防斧无脑劈砍，空旷地带让他失去了飞檐走壁的优势，犹豫间就被围在中间。2头进化丧尸的金河全部到手，我大喜过望，操控尸偶迅速返回小区。这2枚金河大半都变成了红色，显然他们已经吞噬过不少同类。回到3楼，我迫不及待地将2枚金河一起吞下。这一次的能量远超之前，但最关键的变化是意念，恐怖的精神力涌入脑海，直接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没坚持多久就晕了过去。7楼的云若雪急得在沙发上直打滚，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她彻底不抱希望了，以为我死在了进化丧尸手里。可怜的丧尸爸爸，
你怎么就不能再等我一段时间呢？正在悲伤着的时候，门锁响了。云若雪猛地抬头，脸上瞬间浮现笑意。她从沙发上跳下来，歪歪扭扭地朝我跑过来。爸爸，我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小七七会喊爸爸了。我活了2世，连女朋友都没谈过，突然被人当爹的这种奇妙感觉，让我激动得不知所措。云若雪自己也愣住了，太过兴奋，内心的话没控制住，直接脱口而出。但她随即释然，毕竟自己有前世灵魂在，说话本就不是问题，只是重生后一直没练习发声罢了。而我完全没想这么多，只觉得小七七就是绝世神童，无师自通都能说话了。我兴奋地低吼了2声，表达喜悦，可惜说不出话来。这次进化完成后，我能操控的尸偶数量增加到30头，意念辐射范围达到惊人的8000米。有了这种实力，我立刻着手扩充部队。而云若雪吃饱后，再也不愿意继续喝奶粉了。她张开嘴，露出2排小乳牙，告诉我她不要喝奶。我一时间有排小乳牙，告诉我她不要喝奶。我一时间有些汗颜，都不如小七七懂这些。于是跑到6楼生火煮了米粥，加奶粉碾碎做成米糊。小家伙接过勺子自己吃了起来，甚至还嫌我笨手笨脚。爸爸，还是我自己来吧。看着小家伙吃得香甜的样子，我心中感慨，小七七终于长大了。实力提升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能不能操控进化丧尸？很快机会就来了，一头尸偶在几千米外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坦克型进化丧尸。我带着尸偶伪装成普通丧尸慢慢靠近，在100米距离内释放念力。进化丧尸的精神防御果然比普通丧尸强，出现了明显的阻力。但我进化后的念力更加强大，很快便攻破了他的防御，成功将其变成了我的尸偶。我给他取名大炮，这家伙体型极其健硕，双臂宛如囚笼。我从五金店找来2把重达100余斤的大铁锤给他配上，挥舞起来呼呼生风，往小区门口一站，简直就是门神。有了大胖坐镇，安全感直接拉满。随后我又收服了一头敏捷型进化丧尸，取名闪电，速度极快，擅长双刀，正好弥补大胖速度不足的短板。一攻一防，再加上20多头普通尸偶，我感觉自己在末世都能横着走了。与此同时，大胖在搜寻物资时遭遇了一头变异巨犬，体长接近2米，浑身毛发又黑又硬。在搜寻物资时遭遇了一头变异巨犬，体长接近2米，浑身毛发又黑又硬，体型粗壮的像野猪。这还是我在末世中第一次看到变异的其他生物。我操控大胖迎战，大胖一锤砸断了巨犬前爪，紧接着补刀将其脑袋砸碎，从巨犬脑中取出了一枚白色金核。果然变异凶兽也有金核。我将巨犬尸体扛回小区，自己吃了部分血肉恢复饥饿感，剩下的留给大胖。新鲜血肉让大胖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吞噬了变异犬和一头新遇到的坦克型丧尸的金核后，我的精神力再次提升。但云若雪并不知道这些。趁我外出时，云若雪偷偷下楼查探，结果发现整栋楼从3楼到6楼全都堆满了各种物资，奶粉堆成山，矿泉水垒到天花板，还有大量婴儿用品和食物。天哪，丧尸爸爸，这是囤了多少东西？他震惊之余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凭一头普通丧尸绝不可能搬运这么多物资。他猜测是遁地能力，通过地下遁形来快速搬运。当他来到1楼阳台，看到大胖手持双锤守在门口时，更加笃定，爸爸肯定是靠遁地能力才能进出的。实际上大胖就是我操控的尸偶，但云若雪不知道。他暗暗决定，等实力够了，就先把这个大块头干掉，替爸爸清除障碍。他还翻出了房产合同，得知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江海市，连忙搜索前世记忆。江海市有2个出名的强者，一个是拥有9次复活能力的女警九死魔警，另一个是掌控了雷霆之力的变异白熊雷霆咆哮。如果能在九死魔警还没成长起来时将其收服，未来将是极大的助力。不久后，一架军用直升机飞过城市上空，撒下传单。江海市军方已在城外建立幸存者基地。我看完随手丢弃，自己是丧尸，人类的基地跟我没关系。云若雪则是冷笑着将传单揉成一团。她前世就待过幸存者基地，里面充斥着黑暗和不公，跟那些勾心斗角的人类在一起，还不如待在丧尸爸爸身边。就在我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附近警局的女警苏慕晴带着几名同事来阳光小区找卡车。她想开着卡车带幸存者逃离城市，但在小区门口，她遇到了大胖。苏慕晴捡起石头砸向大胖，想引开他，见没反应，便掏出手枪开了一枪。我一见他对大胖掏枪，顿时火了，管你什么目的，敢对我的尸偶开枪，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操控大胖举锤格挡子弹，紧接着甩臂将巨锤朝苏慕晴砸去。他没想到丧尸竟然会飞锤攻击，躲避不及被一锤砸中，当场毙命。那些进入小区的警员也全部被我的尸偶消灭。我从他们身上缴获了几把警枪和子弹。然而到了深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苏慕晴的尸体竟然在血色光芒中复活了，被砸得骨断筋折的身体完好如初，甚至实力还翻倍增强。我通过大胖的视角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懵了。见鬼了，这女警竟然诈尸了！苏慕晴自己也一脸茫然，检查身体发现浑身上下一点伤痕都没有，力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进化者，拥有死后复活的能力。第二天，苏慕晴又带人来了，而且这次带了更多全副武装的警员。我怒火中烧，自己上次放了这女人一命，没想到她不知死活又来挑衅。这一次我操控3头进化丧尸围攻，可苏慕晴复活后实力暴涨，竟然能在3头丧尸的围攻中游刃有余。我让枪手尸偶开火，他居然也能躲开大部分子弹。最终我还是找到机会将他再次击伤，这次我把他砸得稀巴烂，
确保万无一失。但当天晚上，她又复活了，而且实力再次翻倍。不是吧？这女人开挂了！我彻底无语了。死了就能复活，还能变强。更让我头疼的是，有一个隐藏的进化者在暗中协助苏慕晴。每当我的攻击即将命中她时，就会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停滞1秒钟，甚至能让子弹在半空中拐弯。而这个躲在暗中的进化者，其实就是云若雪。她之前通过观察，发现小区里似乎有一头丧尸王在暗中操控所有丧尸，便通过传音入密的秘术，联合苏慕晴，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叫隐身者的神秘高手，计划一起斩杀丧尸王。苏慕晴以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伴，欣然答应合作。行动当晚，苏慕晴在门口引开大胖，成功冲入小区，但被我亲自拦在了5号楼前。我为了保护7楼的小七七，将所有尸偶都收缩到5号楼周围。手持砍刀的我暴怒出手，一招一式狠辣至极，完全没有平日里的温柔。云若雪在1号楼、2楼暗中观察，用时间掌控能力一次次阻止我的致命攻击，但只限于保护苏慕晴不被杀，绝不让苏慕晴伤到我。苏慕晴被弄得一头雾水，这个隐身者到底是哪边的？我攻击这头丧尸也被拦，云若雪只传了一句话：这头丧尸你不能动它。战斗越来越激烈，苏慕晴拼命想冲进5号楼，但被我死死挡住。我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嘶吼，那种拼命保护至亲之人的愤怒，让整个小区的温度都在下降。就在这时，云若雪终于发现了真相。当苏慕晴冲向5号楼时，小区内所有丧尸都疯狂涌向5号楼。他们保护的不是什么丧尸王，而是7楼的他。而下达命令让所有丧尸拼命守护的人，就是他的丧尸爸爸。难道说爸爸就是丧尸王？所有线索在这一刻串联起来，他的人就是他的丧尸爸爸。难道说爸爸就是丧尸王？所有线索在这一刻串联起来，他的丧尸爸爸就是那个他一直想要猎杀的丧尸王。我是真蠢啊！云若雪差点挖自己爸爸的金盒来喂自己爸爸。讲通之后，他立刻停止了对苏慕晴的协助，失去暗中支援的苏慕晴瞬间落入下风。我操控3头进化丧尸加上自己本体围攻，把他当成沙包狠狠蹂躏了一顿。隐身者，你是真的坑啊！苏慕晴在被打晕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我掐晕他后，然后写了张纸条扔给他：好好活着，你若死了，警局的人都给你陪葬。圣母心爆棚的苏慕晴果然妥协了，他做不出让别人因自己而丧命的事情。接下来的日子逐渐平静，我每天跟闪电对练提升战斗技巧，还特意给小七七找来了学习机和识字卡片。小家伙成长速度飞快，已经能读书写字做算术了。我只觉得自己女儿有大地之资。云若雪则假装跟着学习机咿咿呀呀学说话，内心无比无奈。她前世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研究生，如今却要重学婴儿启蒙教育。同时她每天趁我外出时偷偷下楼找苏慕晴聊天，一大一小2个女人相处得不错。苏慕晴对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毫无防备，把自己的信息说了个遍。而云若雪暗中盘算着如何收复这个九死魔乞，毕竟对方是未来有潜力突破地境的存在，若能拉拢将是巨大的助力。我发现小七七喜欢找苏慕晴聊天倒也不反对，毕竟能有个人类跟小家伙正常交流是好事。只是小七七喜欢找苏慕晴聊天倒也不反对，毕竟能有个人类跟小家伙正常交流是好事。只是每次都把苏慕晴的铁链锁好，并安排闪电1号死死盯着。突然有一天，尸偶传回新消息，远处街道上出现了一头前所未见的2阶暴君丧尸。这丧尸双臂已经彻底化为利刃，力量和速度都恐怖到了极点。一个人类进化者被他追得狼狈逃窜，那人正是之前跟我尸偶交过手的大力男铁柱。暴君丧尸身上的伤口竟然能自动愈合，铁柱砍了好几刀都白搭，最终铁柱钻进狭窄巷子才勉强捡回一条命。我心中一动，这头暴君太强了，正面交锋不是对手。但我有个更好的办法，我操控闪电将暴君引到了警局附近。苏慕晴正好外出搜寻物资回来，看到这头暴君，二话不说便吸引他注意保护警局的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慕晴跟暴君激战一番后，发现打不过，便将他引到了加油站，一枪打爆油罐，加油站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暴君从火海中挣扎出来，浑身焦黑，但居然还没死，不过伤势已经极其严重。我当即操控二胖和闪电冲上前去，受了重伤的暴君根本挡不住二胖那1吨多重钢棍的疯狂抡砸，很快便被打得站不起来。闪电趁机用钢刀不断切割，最终将暴君击杀。取出2阶金盒后，我大喜过望。可这一次我没有急着吞噬，先给小七七做好饭，安排好防御，这才来到4号楼将金盒吞下。磅礴的能量直接让我成小七七做好饭，安排好防御，这才来到4号楼将金盒吞下。磅礴的能量直接让我成功突破3阶，身体素质发生了质的飞跃，精神力更是暴涨数倍，操控范围从万米扩展到了数十公里，可操控的普通尸偶高达上百头，2阶进化丧尸也能轻松控制。我甚至能在速度上吊打敏捷型丧尸闪电，正面击退坦克型丧尸大胖。现在的我才像是末日生存者该有的样子。突破3阶后不久，我又收服了一头体型如小汽车般庞大的2阶坦克丧尸，取名二胖，给他配了一根1吨多重的金属长棍。二胖一棍砸下去，能把汽车砸成废铁，扔出去连水泥墙都能穿透。有了二胖坐镇小区大门，就连进化丧尸都不敢靠近。同时，云若雪也在暗中突破到了3阶。突破后的她念力大幅增强，可以操控铁钉以极快速度飞射，配合时间掌控能力，足以悄无声息取人性命。放眼整个末世，她已经是人类中的顶尖强者。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脚边多了本血煞刀法，我以为是某个神秘高人留下的秘籍，便学习起来。殊不知，其实是云若雪偷偷写在作业本上扔给我的。这门刀法以血为引，凝练煞气，大成之后无需利器，自身血煞之气便是天下最强之刃。我修炼后进步飞快，战斗力有了质的提升。然而平静很快被打破，一支5人的进化者小队从幸存者基地来到香海市搜集物资，他们发现阳光小区附近的物资全被搬空，
从幸存者基地来到香海市搜集物资，他们发现阳光小区附近的物资全被搬空。跟踪搬运物资的室友找到了小区，夜里翻墙潜入，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墙上落地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我发现。我的室友大军迅速包围，进化丧尸闪电2号瞬间斩杀了一名进化者，大胖的双锤更是将2名近战型进化者砸得倒退。混战之中，我亲自出手，修炼血煞刀法后的一记横斩，直接将最后一名逃跑的进化者高斩成2截，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幸存者基地的证件。我意识到人类势力发展的比想象中快，阳光小区迟早会暴露。我决定搬家，目标是城郊的清水农场，开阔有可耕种的土地，远离人类势力，附近丧尸充足，可以补充兵力。最重要的是能给小七七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小七七不能永远待在封闭的钢筋水泥楼里，它需要阳光、新鲜空气，还有新鲜蔬菜。说到蔬菜我就心疼，小家伙这么长时间饮食结构太单一了，天天奶粉蛋炒饭米糊，连根菜叶子都没有。到了农场自己可以操控室友开垦农田种植，让小七七吃上新鲜的蔬果。临走前还有一件事要处理，就是苏慕晴，她的复活能力太棘手，杀不得放不下。但既然要离开这里，不如索性放她走，从此不再相见。我把决定告诉了小七七，她乖巧点头后问：姐姐会愿意跟我们走吗？我心里清楚，以苏慕晴的性格，她放不下警局的幸存者，不可能跟着走。林若雪趁我不注意，偷偷在苏慕晴手里塞了一张纸条：清水农场。苏慕晴走之前问云若雪：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云若雪笑着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当你不想再保护其他人的时候，记得来保护哦。苏慕晴一瘸一拐地回到警局后，发现了令她崩溃的一幕：那些她拼命保护的幸存者已经堕落成了吃人的恶魔，他们杀了所有不愿同流合污的警员，甚至杀了苏慕晴本人。苏慕晴第3次复活，实力再次暴涨，她亲手处决了所有食人者，一个不留。最后一个年轻人跪在地上求饶：苏警官，你是个好人，我只是想活下去，不是故意。苏慕晴转身想走，背后却传来手枪上膛的声音，他闪电般扑过去，一拳打断了他的肋骨。为什么要骗我？看着一地尸体，苏慕晴心如死灰，她想起云若雪的话：如果那些人根本就不值得你保护呢？是啊，这种卑劣的畜生真的值得自己保护吗？看着手中那张写着清水农场的纸条，苏慕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打算奉献一生的警局，转身消失在夜色中。小七七，我来找你了。出发那天，5辆重型卡车从阳光小学浩浩荡荡驶出，驾驶位上坐着的全是丧尸司机，后面跟着上百头重型卡车从阳光小学浩浩荡荡驶出，驾驶位上坐着的全是丧尸司机，后面跟着上百头全副武装的室友大军。丧尸开卡车的景象让沿途幸存者惊得下巴脱臼。一个正在商店里搜物资的进化者亲眼看到5辆重卡呼啸而过，驾驶位上全是狰狞的丧尸面孔。我出现幻觉了吗？丧尸都会开卡车了。一路上不断有进化丧尸被车队的动静吸引过来，我来者不拒，全部用念力操控收编。室友大军非但没有减员，反而不断壮大。途经江海市动物园附近时，一条通体黄金色的2阶变异巨蟒盘踞在街道上，将整条路堵死，体长足足20多米，鳞片闪烁着黄金色的光泽。2头探路的室友直接被一口吞下。我操控2胖扛着钢棍顶在最前面，一棍砸中巨蟒头部，将其打懵。大胖和其他坦克丧尸挡住2侧，阻止巨蟒游走。敏捷型丧尸蜂拥而上，用钢刀在蟒身上不断切割。关键时刻，暴君丧尸从高楼跳下，利爪直插7寸，撕开巨大伤口。2胖紧跟着一棍砸碎巨蟒头颅。取出2阶晶核后，我决定留给2胖吞噬。3阶以下的晶核对我已经没什么用，但能让尸偶变得更强。兵贵精不贵多，我要打造一支纯粹由高阶进化丧尸构成的精锐部队。云若雪看着巨蟒的庞大尸体，眼睛放光到几乎冒出星星。爸爸，我想吃蛇肉。小家伙天天吃奶粉蛋炒饭都快吐了，看到这么大一条蛇简直……我想吃蛇肉。小家伙天天吃奶粉蛋炒饭都快吐了，看到这么大一条蛇简直走不动道。但我不确定变异兽的肉人类能不能吃，只好先记下，等以后找个人类幸存者当小白鼠验证，等爸爸确认安全了就给你做。云若雪虽然有些失望，但也理解爸爸的谨慎。她心里清楚，变异兽的肉不仅能吃，还是大补之物，可没法解释。车队继续前行，两旁的高楼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荒芜却开阔的郊野。我看了看地图，再过10几分钟就能到达清水农场了。傍晚的夕阳将天空染成了血红色。我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又看了看身旁靠在窗边安静望着外面的小七七。小家伙的眼睛里映着夕阳的余晖，这是他重生之后第一次离开阳光小区看外面的世界。我伸出手轻轻捏了捏他的小脸蛋，小七七抬头冲我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爸爸，外面的世界真大啊！是啊，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危险。但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小七七在身边，一切就都有意义。远方地平线上，一片广阔的农场轮廓在夕阳中若隐若现，那就是我们的新家——清水农场。而在我们身后几10公里外的江海市废墟中，一个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正沿着车辙痕迹疾驰追来。苏慕晴的眼神的温柔善良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冰冷与决绝。但当他想起那个抱着奶瓶冲自己笑的小女孩时，嘴角还是不自觉的微微上扬。抵达清水农场后，我跟着奶瓶冲自己笑的小女孩
时，嘴角还是不自觉的微微上扬。抵达清水农场后，我根据地图指引，沿着林间小路行驶了一段，终于看到了农场大门的标志。钢铁大门两侧是木桩和铁丝网构成的围墙，围墙上挂着高压电标识，铁丝网上还有被强行破坏的痕迹。我坐在卡车上，满意的打量着这个农场。清水农场为周围安静，不易被人盯上，范围比阳光小区大得多，足以容纳我和七七，还有庞大的狮偶军队。最关键的是这里不那么压抑，非常适合小家伙成长。爸爸，我们到了吗？云若雪伸了个懒腰，我点了点头，先派一队狮偶从被撬开的围墙进入农场调查。狮偶刚进去，我便眉头紧锁。农场内满是风干的黑褐色血迹，我着重寻找菜园，却发现农场的菜地全部被毁坏，地上还有巨大的脚印，看来农场里有变异动物存在。就在这时，农场内部传来打斗声和动物嘶吼，我操控狮偶循声深入，在饲养家禽的区域发现了一头变异巨牛。最离谱的是，这头黄牛竟然长出了比狮虎还夸张的尖牙，正在啃食一种不知名动物的尸体。末世之后，牛都改吃肉了。巨牛发现狮偶后，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这家伙已经达到2阶级别，普通狮偶根本不是对手。我操控二胖和暴君1号迎战，二胖一棍砸在巨牛头上，将其敲得眼冒金星。暴君1号趁机利爪撕裂出巨大伤口，但这巨牛体表牛将其敲得眼冒金星。暴君1号趁机利爪撕裂出巨大伤口，但这巨牛体表牛皮进化得十分坚韧，好在他不会闪避，几个回合后终于倒地。暴君的利爪洞穿了他的头颅，取出一枚快变得橙黄色的2阶金核。解决巨牛后，继续搜查。在西面鱼塘边，我发现岸边有一道很宽的爬行痕迹。操控狮偶靠近水面时，一条巨型王八突然从水中窜出，一口咬断了狮偶的脚踝。好大的王八！那甲壳极其坚硬，狮偶一拳砸上去反震力，直接把手腕震折了。我暂时没有击杀他的打算，派2头狮偶守在岸边，防止他上岸就好。千年王八万年龟，等验证变异动物肉能吃后，留给七七补身体。将农场里里外外翻了2遍，确认安全后，我开始大规模清扫。等住宅区焕然一新后，我才牵着七七的手进入农场。这就是我和爸爸今后的家吗？看上去确实挺不错的。云若雪好奇地打量四周，眼中满是期待。入住后，我首要关注的是安全问题。二胖持大棍守南面大门，闪电1号、2号、3号各率一队狮偶看守其余3面。大胖和暴君1号近距离保护七七。整个农场被我改造成了难以攻破的铁笼。看着熟睡的七七，我心中涌起成就感。小七七放心睡吧，清水农场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第2天七七醒来时，我已经做好了早饭，桌上还多了一盘新鲜水果。农场北边果林里还有不少果子挂着。七七眼睛一亮，闻着水果芳香都有些陶醉。吃饱后，他来到屋外，看到一队队全副武装的丧尸在农场内有序巡逻。爸爸还真厉害，操控这些丧尸的手段比寻常丧尸王出色许多。他抱住我大腿撒娇要去逛逛，我败下阵来，牵着他来到菜地旁。七七看到我操纵的丧尸在种地都震惊了。我前世农村出身，跟爷爷奶奶种过地，对耕作颇有心得，有信心将被毁坏的菜地重新开垦出来。与此同时，我将之前获得的2枚2阶变异兽金核喂给二胖，二胖成功进阶3阶，体型像吹气球一样暴涨到堪比货车，身上竟然开始生长出乌黑色鳞片，刀枪不入，连子弹都能挡下。我用砍刀试验，鳞片上只留下些许磨痕。这下二胖直接成了丧尸界的主战坦克。有了这头3阶大将看守大门，我底气大增。同时，我找到了新的变强路线。既然高阶丧尸数量稀少，那我就自己用金核喂养狮偶。七七这段时间也没闲着，他偷偷跑到鱼塘边喂那头变异老龟，连续3天用变异巨蟒肉喂养，肉里还藏了自己的鲜血。第3天，他施展了前世秘境中获得的上古御兽术，与这头巨龟签订了契约。从此，他能对老龟发出简单指令，甚至进行意念沟通。他还将吐纳功法传授给了老龟，打算将来培养成像前世玄武巨龟那样的强大存在。而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只觉得七七喜欢这头老龟当宠物，便由着它去。接下来，我给七七建了个小型游乐园，从市区游乐场搬回旋转木马等设施，因为没电，直接改成丧尸人力推动。七七看到后，虽然内心对这些小孩玩具没什么兴趣，但他知道这是爸爸的心意，便配合着表现出开心的样子。可没想到前世身为孤儿的他，从没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童年。如今童心复苏，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坐在旋转木马上追逐时，如果忽略那些人力推动的狮偶，这一定是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但在闪电1号往返搬运游乐设施时，一名觉醒了隐身能力的进化者李默一直在暗中观察。他跟着闪电1号的货车来到了清水农场，看到农场内景象震得世界观崩塌。最后他发现了有一个人类小女孩竟然生活在丧尸堆里，他猜测是七七在控制这些丧尸，贪念顿起，想要挟持他夺取这支丧尸军团。当李默隐身潜入七七卧室，匕首即将落下时，整个人僵在原地。云若雪施展了时间暂停，随后跳起来一个大逼兜将他扇飞，接着用前世秘境获得的魂器之术，在他脑海中刻印血色符文，彻底掌控了他的生死。你想死还是想活？李默毫不犹豫刻印血色符文，彻底掌控了他的生死。你想死还是想活？李默毫不犹豫选择臣服。云若雪命令他潜入江海市幸存者基地做间谍，定期回来汇报情报。我对此一无所知，只看到七七每天在农场里
里开心玩耍。又过了些日子，我在城区收割进化丧尸积累金河的同时，意外在附近街道上再次遇到了苏慕晴。该死，这女人怎么也来这边了？原来苏慕晴在警局经历了那场变故后，一路追过来只为找到琪琪。她一路上狼狈不堪，被那头记仇的遁地丧尸骚扰的几乎神经衰弱。我将她打晕，用铁链拴在了游乐园的滑梯旁边。但这一次，苏慕晴的性格似乎发生了巨大转变。经历警局幸存者的背叛后，她对人类彻底心灰意冷，只想保护七七。七七则趁机一步步拉拢她，给她送饭聊天。苏慕晴过上了末世以来有吃有喝，不用担惊受怕的安逸生活，甚至连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跟丧尸王生活在一起，竟然比在人类群体中还舒适。与此同时，我不断壮大实力，在江南城区搜刮进化丧尸，通过金河喂养，麾下2阶尸偶达到了30多头。在一个晚上，我在黄龙山猎杀变异凶兽后，收获了3阶金河，加上体育馆丧尸养殖基地不断收割的成果，终于积攒够了突破4阶的资源。4枚3阶金河一同吞服，当场突破4阶，精神力暴涨数倍，操控范围突破4阶，精神力暴涨数倍，操控范围突破50公里，肉身全面蜕变。除了暗红色瞳孔外，我已与活人几乎无异。接下来，我一口气培养出了4头4阶尸偶。与此同时，云若雪也在暗中突破了4阶，她的念力暴涨到可以长时间飞行，还能施展各种元素秘术。她用通灵术操控小蜜蜂监视农场内外，还趁我不注意，对农场外围的嗜血魔藤施展血炼之术，将其纳入掌控。那些嗜血魔藤是我从黄龙山移植回来的变异植物，能吸干活物全身血肉，却对丧尸完全无感。我把它们种在农场1000米外形成防线，但七七进一步将其血炼后，这道防线变成了它可以随意操控的沙阵。但危机正在逼近，江海幸存者基地因为帝都出现失潮，首次公布了丧尸王的概念。王峥小队之前在江南城区的遭遇引起了高层重视，派出了由李默等隐身者组成的侦察小队来调查。云若雪感应到李默靠近后，连夜飞出农场与他会面，命令他回去汇报没有发现丧尸王，但他也杀了不听话的小队队长，用魂器控制了其余3人。可王峥何等敏锐，察觉到隐身小队有问题后，设局催眠审讯，魂器的禁制发动，4名隐身者当场暴毙，果然有问题。王峥震惊之余更加确信江南城区潜伏着丧尸王。消息上报后，基地最高指挥大发雷霆，决定派出江南城区潜伏着丧尸王。消息上报后，基地最高指挥大发雷霆，决定派出3支精英战队前往江南城区执行抓捕任务。云若雪感应到李默等人死亡是灵魂阵的，便知道事情暴露了。风雨欲来啊！但他并不慌张，以目前的实力，只要人类不出动大规模武装部队，仅凭进化者战队根本不是他和爸爸的对手。他将全部心力投入修炼，一旦突破5阶，即便面对人类热武器军队围剿，他也有信心应对。我则完全不知道这些暗流涌动，仍在猎杀黄龙山的变异凶兽，为尸偶大军积累金河。3支精英战队降落在江南城区外围，王峥担任总指挥，李峰和张海2位队长配合。队伍中有一名代号猎鹰的进化者，能与契约的变异黑鹰视野共享。猎鹰很快就有了发现，天哪，真的是丧尸在开车！他看到一头进化丧尸驾驶货车在城区内穿行，将变异兽血肉运往体育馆投喂丧尸群。王峥当机立断，盯死这辆货车，看他去哪儿。而我毫无察觉，操控尸偶投喂完体育馆的丧尸后，便驾车返回了清水农场。货车上空，那头黑鹰如影随形，黑鹰跟随货车一路飞到了清水农场外围。猎鹰通过鹰眼将农场的全貌尽收眼底，找到了那头丧尸，把车开进了城郊一个农场里。猎鹰压着声音汇报，农场防御极其严密，围墙外还有一大片血色的藤蔓，门口站着一头体型堪比2层楼。血色的藤蔓门口站着一头体型堪比2层楼的巨型丧尸。王峥3人面色骤变，丧尸王的老巢就在那个农场里。张海咽了口水，那门口的大家伙最少也是3阶以上的坦克型丧尸吧？这防御力！我还看到农场内部有多头体型异常庞大的进化丧尸在巡逻，气息极强横，至少有4、5头3阶级别的。但猎鹰没能看到全貌，黑鹰的飞行高度不够低，无法完全探查到，怎么办？直接进攻？李峰皱眉问道。王峥摇头，不行，情况不明，贸然进攻风险太大，先把情报传回基地，让高层决定下一步行动。而且那片血色藤蔓我看着就不正常，像是某种变异植物，搞不好是丧尸王布置的防御。那神秘小女孩呢？如果丧尸王的老巢就在这个农场，那小女孩很可能也在里面。但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小女孩，而是丧尸王本身。一旦惊动对方，我们全得死在这里。3人商议后决定暂不行动，将农场位置和防御情况通过通讯设备传回江海基地，等待高层指示。消息很快传到了最高指挥手中，会议室内再次陷入沉重的气氛。首长，王峥小队已经确认了位置，农场防御极其严密，至少有数头3阶以上的进化丧尸驻守，围墙外还有不明变异植物构成的防线。3阶丧尸，最高指挥眉头紧锁。我们基地目前有几个3阶进化者，不超过10个，而且分散在各个岗位上，很难全部抽调。会议室陷入沉默，所有人都清楚，以目前基地的实力，要强攻一个拥有多头3阶丧尸防守的据点，胜算微乎其微，不能硬来。最高指挥最终拍板，先加强监视，摸清丧尸王的活动规律和实力上限，同时向帝都方面汇报，请求支援。另外，加速培养我们自己的高阶进化者，在帝都支援到来
来之前，绝不能打草惊蛇。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那头在农场门口的二胖，如今已是4阶，加上我本体，清水农场其实拥有6个4阶战力，而他们还在用3阶的标准来评估我的实力。清水农场内，我结束了一天的猎杀，回到家中，给七七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七七吃得很开心，嘴角沾着米粒冲我笑。苏慕晴也乖乖地吃着七七送来的饭，一边吃一边偷偷打量我。这丧尸王怎么又大变样了？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活人。他心中震惊，他心中冒出一个惊人的猜测：这丧尸王不会最后进化成活人吧？夜晚，七七突然来找苏慕晴。如果有人类要对付我爸爸，你会帮哪边？苏慕晴她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你会帮哪边？苏慕晴她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七七也不在意，转身离开时说了一句：算了。跟你说了也没用。苏慕晴无力地坐在床上，望着七七的背影，心中翻涌。人类和丧尸王终究要走到对立面，但苏慕晴想起了自己在警局的遭遇，然后他又想起这个农场，每天有七七给他送饭聊天。丧尸王虽然把他当宠物拴着，但从没真正伤害过他。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苏慕晴躺回床上，盯着头顶的滑梯，一夜无眠。而在数十公里外的某处高地上，王峥的黑鹰仍在清水农场上空盘旋。猎鹰突然睁开眼，王队长，农场里出来了一辆货车，又往黄龙山方向去了。王峥点头，继续盯着，记录他每天的行动规律、出发时间、路线、返回时间，全部记下来。还有想办法看清农场内部的核心区域，特别是那个丧尸王的真身到底在哪里。黑鹰在高空中无声盘旋，将清水农场的一切尽收眼底。云若雪正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白色裙摆随风飘飞，粉嫩的小脸上笑容灿烂。小七七，看来事情解决了。靠在滑梯上的苏慕晴看着七七今天终于出来了。云若雪点点头，现在就算江海基地是派人来农场，也不过是送死。那小七七，你以后每天都会出来了吧？苏慕晴有些期盼，她一个人待在游乐园实在闷得慌。当然。云若雪认真点头，既然要收服这位九死魔警，自然要培养感情。苏慕晴突然认真道：我会帮你和你爸爸的。云若雪反应过来，这是苏慕晴对那天自己反问的回复。这回答让她很意外，毕竟苏慕晴忠于官方，把保护幸存者看得比命还重。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会保护你。苏慕晴郑重道，她觉得丧尸王有人类意识，从未残杀过人类。有小七七这个牵挂在，丧尸王并无攻击性。可一旦人类对小七七造成影响，谁也不知道丧尸王会不会发狂。与此同时，黑鹰跟着货车一路飞出了江南城区，来到郊外的农场上空。猎鹰通过鹰眼将农场全貌尽收眼底，但最让他震惊的是，一个小女孩正在荡秋千，旁边还有个人类女人靠在滑梯上跟她聊天。各位队长，我发现了那个神秘小女孩，还有一个人类女人跟她在一起。消息传回后，3位队长面面相觑。王磊沉声道：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女孩就是丧尸王？云若雪突然感觉到一股被窥探的不适感，她暗地里念力如潮水般向四周扩散，发现头顶有一头黑鹰在盘旋，这绝非野生变异兽，而是进化者的契约宠兽。云若雪很快明白，变异兽而是进化者的契约宠兽。云若雪很快明白过来，肯定是江海基地是又派人来了。她直接施展念力攻击，无形剑矢刺入黑鹰大脑。黑鹰身形一晃，猎鹰以为是体力不支，赶忙将其召回。云若雪会心一笑，随即控制一头麻雀跟了上去。麻雀一路跟踪，最终在城区外的沟壑中找到了3支进化者战队。云若雪通过麻雀听到了他们准备夜袭的全部计划。让她最可笑的是，这群人把她当成了丧尸王。云若雪意识回归后，直接跑到我面前，指着天上：爸爸，刚才我看到了飞人。飞人？该不会是人类进化者发现农场了？跟小七七确认后，我断定农场已经暴露。面对突然出现的进化者，我心情凝重，当即将尸偶大军全部调回，4头4阶尸偶全部被召集到住屋附近保护七七。苏慕晴也察觉到了异常。小七七，怎么回事？除了人类进化者来找麻烦，还能有什么？小七七，能不能跟你爸爸说，让他把我解开，我也能出一份力。云若雪笑着摇头，暂时不需要你。我爸爸足够应付。夜幕降临，我坐在客厅闭目凝神，通过尸偶视角监视着农场里里外外。距离农场2000米外的树林中，3支进化者战队显露身形，前面就是目的地了，大家小心。王磊面容严肃，树枝上一只小蜜蜂正注视着他们。送死的来了。云若雪眼中闪过不屑。3支小队靠近嗜血藤墙时，正蹲下准备割断藤蔓的瞬间，嗜血魔藤洞穿3人躯体，疯狂吞噬血肉精气。不好，这藤墙有问题！王磊等人反应过来时，已有5人被吞入藤墙，混战中又有人被洞穿，而我也通过尸偶视角发现了入侵者。好，既然你们找死，那我便成全你们。我操控4阶尸偶齐聚住宅区，暴君1号和2胖率先冲出，2胖一棍砸下，将冲在最前的进化者连人带岩盾一起轰碎。火焰1号双手一抬，10几颗巨大火球从天而降，在人群中炸开。4位速度稍慢的进化者直接被火光淹没，剩下6人被掀飞出去，焦黑一片。盾地1号随即催动土墙，将残存者封锁其中，墙内沿此缓缓推进。有人试图翻越高墙，却被墙外的火焰1号一颗火球轰杀。李队长趁乱翻墙逃跑，却被守在外面的暴君1号一拳砸进土里。林队长
长他们牺牲了吧？我却没发现有一个进化者靠着替身能力金蝉脱壳逃了出去。在云若雪通过嗜血藤视角发现一具尸体没有被吞噬，有漏网之鱼。云若雪眉头皱成川字，对方应该是借助分身能力逃离了，不过他的实力并未曝光，甚至对方还把他认成了丧尸王。这或许能在下次交锋中给对方一个惊喜。夜里，苏慕晴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自己能够阻止人类对丧尸王出手，让双方实现和平共处呢？钱云带回了3支战队全军覆没的噩耗，丧尸王麾下有多头4阶进化丧尸，还有妖藤会攻击人类。钱云颤声说道。消息传开，最高指挥当即决定向帝都求援。云若雪说服我解开了苏慕晴的锁链，而苏慕晴提出要跟我聊聊。客厅内，苏慕晴开门见山：丧尸王，你还具备着人类意识，对吗？我眼神一冷，这是我藏着的最大秘密。我写道：我不杀你，继续说。苏慕晴深吸一口气：小七七毕竟是人类，你不想他一辈子与丧尸生活在一起吧？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倘若有一天我成为了人族领袖，你愿意和人类和平共处吗？我和云若雪都被这句话镇住了，但我没有直接拒绝。等你真的成为人族领袖再说吧。第二天，云若雪决定在我面前暴露一部分实力，好让我放心解开苏慕晴。爸爸，我好像觉醒超能力了。他张开双臂在房间内飞来飞去，我激动不已。小七七成了进化者，我开始认真培养小七七，让他用铁钉练习攻击，给他准备了毒针作为暗器。小七七铁钉练习攻击，给他准备了毒针作为暗器。小七七就是我最大的底牌。江海基地市终于等来了帝都的回应，派出天空战队前来支持。天空战队全员都是飞行类3阶进化者，5架武装直升机组成的编队快速飞来，对农场发动猛烈轰炸。该死，老子的农场啊！但4阶尸偶安然无恙。火焰1号和火焰2号化作火焰巨人，凝聚出遮天火网，将天空战队困在空中。不死1号的嗜血雷球和嗜血神光配合暴君1号的钢爪，接连击杀突围的进化者。云若雪在暗中用时间掌控能力配合毒针，解决了多名冲向筑屋的敌人。苏慕晴拼死护住小七七，被刺穿腹部倒在血泊中，但他很快复活了，继续投入战斗。3支精英战队加天空战队全军覆没，只有一个拥有替身能力的钱云再次逃脱。农场被毁得面目全非，我决定不再重建，这里已经暴露。小七七，今后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家。我在纸上写道。苏慕晴选择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走。车队离开农场后，一路向南，抵达北辰市区。我掀起尸潮收割进化丧尸，同时覆灭了盘踞当地的龙虎帮。龙虎帮的2当家张庆和一个飞行进化者逃脱，跑到北辰基地市告密。我在将北辰市区的进化丧尸收割一空后，车队再次启程，突破5阶后，我的精神力暴涨，操控范围突破50公里，能同控范围突破50公里，能同时掌控大量4阶尸偶，麾下5阶尸偶已有3头。山川市区却截然不同，到处都是凶兽。我带着尸偶大军在市区内大肆猎杀凶兽，收获了大量金盒，覆灭了盘踞苍月山的兽王教后，我从他们的洞窟中搜刮了大量物资和蔬菜。兽王教护法临死前提到教主去收服5阶凶兽了，这让我心中警惕。兽王教教主黄轩果然找上门来，此人末世前不过是个放高利贷的打手，觉醒御兽能力后崛起。他姐姐被权贵逼死，他要借雷霆咆哮之力摧毁山川基地市。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联手吧。苏慕晴果断拒绝。不好意思，我没兴趣。黄轩碰了一鼻子灰后，当叶派便以穿山甲从地下突袭小七七，但云若雪一击必杀穿山甲，吓得黄轩仓皇逃窜，并将我们的位置泄露给了江海基地市。云若雪在山川市区成功突破5阶，念力掌控甚至能凝聚实质化的念力针洞穿墙壁，时间掌控更是觉悟了时间奥义，能让目标瞬间衰竭。苏慕晴也在功法和实战的双重加持下突破4阶。赵琳阿姨，以后就叫黑牛骑士了。不行，绝对不行！苏慕晴炸毛，帝都派出了最强王牌腾龙战队，这支战队曾成功击杀过丧尸王，关键人物是伪装者赵。除了最强王牌腾龙战队，这支战队曾成功击杀过丧尸王，关键人物是伪装者赵兵，能伪装成任何生灵混入敌方内部。他们的计划是故技重施，外围吸引注意力。赵兵伪装成丧尸潜入，找到丧尸王后一击必杀。一天夜里，云若雪终于鼓起勇气向我坦白：爸爸，其实我会时间掌控。他施展能力，让一盆绿萝瞬间枯萎，一块蛇肉瞬间干瘪成石头。我震惊之余更加好奇，但小琪琪又说出了更惊人的事实：爸爸，其实我已经是5阶进化者了。我整个人愣在原地，但没追问，只要她是我的女儿就行了。爸爸，以后我来保护你。小琪琪举着小拳头，笑容灿烂。我揉了揉她的脑袋，心中温暖又自豪。车队进入漓江市后，我照例操控尸偶收割丧尸金盒，但漓江基地市反应极快，出动全部兵力对横叶小区发起猛烈进攻。火焰1号凭借火灵之身免疫物理攻击，但自走榴弹炮的齐射让我猝不及防。千钧一发之际，云若雪暴怒出手，谁也不能伤害我爸爸。时间掌控全力爆发，所有炮弹在念力推动下原路返回，直接让重炮团阵地全军覆没，残存者仓皇撤退，却被我的尸偶大军追杀。只有一个进化者抱着指挥官瞬移逃脱。这一战，漓江基地市的进攻力量几乎全灭。我看着小七七展露的恐怖实力，力量几乎全灭。我看着小七七展露的恐怖实力，心中自豪无比。他一出手就将人类打得溃不成军，麾下任何一头5阶尸偶都未必是他的对手。而远方，腾龙战队的直升机正在向山川市方向飞来，那个能伪装成任何生灵的赵兵正在擦拭手中的战刀，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队长放心，这次任务我保证完成。漓江一战结束后，
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通过尸偶视角扫视着四周。爸爸，我们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云若雪走到我身边，一脸严肃。我点了点头，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刚才那场战斗虽然我们赢了，可暴露的代价太大。苏慕晴从窗边走过来，脸上还带着战斗留下的灰尘。林莫言，得赶紧走，这漓江基地市的反应速度太快了，如果他们调来增援，我们可能会被包围。半小时后，车队沿着漓江市区的主干道向南疾行。我特意选择了一条远离基地市方向的路线。通过飞行1号的高空侦察，我确认了漓江基地市的残余部队暂时没有追来的迹象。车队全速行驶了2个小时，终于驶出了漓江市区范围。爸爸，接下来我们去哪？云若雪趴在后座的窗户上，小脸贴着玻璃往外看。我摊开地图，目光在江省的版图上扫过，往南是临安市，再往南就要出江省了。整个江省的基地市之间已经形成了情报网，我的行踪根本藏不住。但只要出了江省，不同省份的基地市信息传递会慢得多。到时候等其他省份反应过来，我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出江省，苏慕晴有些惊讶。出省那得走很远啊。远一点好。云若雪替我回答。在江省待着，早晚还会被找到。苏慕晴想了想，也没再反对。车队继续南行，沿途我顺手收割了一批丧尸金核。到了傍晚，我们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旁搭建营地，篝火升起。苏慕晴给小七七夹了块烤排骨，自己则灌了一大口啤酒。小七七，你说你爸爸这厨艺，末日前是不是厨师？说不定呢。云若雪笑着接过排骨，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翻看着地图，从这里到江省边界还有大约200公里。但问题是，这段路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临安市。临安市市区横跨南北，想要绕过去几乎不可能，只能穿城而过。而临安市必然有基地市存在。我皱了皱眉，如果漓江基地市已经将消息传出去了，临安基地市很可能已经在沿这一带，到时候穿越市区，搞不好又是一场恶战。云若雪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小步跑过来，趴在车窗上探头看地图。爸爸在想临安市的事。我点了点头，放心，有我在。放心，有我在。他握了握小拳头，眼神认真。这小家伙，我忍不住笑了，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脸蛋。但就在这短暂的安宁时刻，我通过飞行1号的视角，捕捉到了北方天际线上有小黑点正在高空快速朝我们来。我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不是漓江基地市的直升机。赵林带小七七上车，我将纸条甩给了苏慕晴。苏慕晴二话不说，抱起云若雪就往车上跑。云若雪目光微凝，3架直升机不是漓江的。苏慕晴的脸色也变了，但直升机在北方数公里外盘旋了一阵，便消失在了视线之外。我没有放松警惕，操控飞行1号悄悄尾随了一段距离。通过飞行1号的视角，我看到直升机上下来了7个装备精良的士兵，其中为首的寸头男子身上散发着4阶的气息。这7人下了直升机后，直接就地扎营。这些人不简单，这些人要么是某个大型基地市的精锐，要么是帝都派来。想到帝都，我心头一紧。天空战队在清水农场被我全歼后，这次来的或许是帝都的第2支王牌。我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让飞行1号继续监视动向，同时控制车队熄火，在黑暗中隐蔽。那支7人队伍扎营后，从他们频繁查看地图和文件的动作来看，绝对是在执行某种任务，这不是巧合。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云若雪也没睡，盘坐在后座上修炼，感受到我的情绪变化。爸爸，有情况。我在纸上写道：北边来了一支7人小队，装备精良，疑似帝都的人，可能是来找我们的。云若雪看完，眉头微皱。如果是帝都的王牌战队，里面很可能有特殊能力者。上次天空战队全是飞行系的，这次说不定会有更棘手的。这也是我最担心的。突然间，7人队伍中有一个高瘦青年离开了营地，独自走入了附近的山林。他走进山林后，身上的气息突然从人类的气息变成丧尸的气息。这个人能够将自己伪装成丧尸，一瞬间我就明白了他们的战术。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个伪装者可能成功混入尸偶队伍中，等到靠近我的时候突然出手，上一头丧尸王很可能就是这么被干掉的。小七七又麻烦了，我将伪装者的事情告诉了云若雪。云若雪看完后，脸色变得极为凝重，伪装成丧尸，小脸上的天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锐利目光。这种能力确实棘手，如果他的伪装足够完美，爸爸你的精神力都未必能分辨出来。该我能。他语气平静而自信。时间掌控可以感知一切生灵的时间流速，丧尸和人类的时间流速控可以感知一切生灵的时间流速。丧尸和人类的时间流速是不同的，丧尸体内已经停止了衰老的进程，而人类不管怎么伪装，体内的时间流速都是正常的。只要我仔细感应，就一定能把他揪出来。我心中一安，但我还是不想轻敌。我们改变计划。我在纸上写道：不走临安市了，绕道走山路出省。苏慕晴这时也醒了，揉着眼睛凑过来看纸条。绕道那得多走好几天吧？多走几天总比被伏击强。苏慕晴看了看两人的表情，也没再多问。天还没亮，我故意选择了一条偏僻的山间小路。这条路极其难走，但好处是隐蔽性极强。但我低估了对方的追踪能力。车队行驶了大约3个小时后，我得到消息，那支7人队伍已经拔营，正在向南移动，方向与我们的路线平行。他们在跟踪我们。通过飞行1号的高空视角，我发现了一头变异凶禽正在车队上方的高空盘旋。射杀这头凶
凶情，倒容易打草惊蛇，很可能会让他们立即改变策略，从伏击转为强攻。思索片刻，既然他们想用伪装者搞刺杀，那我就将计就计。我将计划告诉了云若雪和苏慕晴。爸爸，你的意思是故意露出破绽，引那个伪装者潜入，然后一网打尽？苏慕晴则有些犹豫，风险太大了，万一那个伪装者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呢？有我在，他翻不了天。云若雪拍着小胸脯，苏慕晴看着七七，想起昨天他反转重炮团全部炮弹的画面，默默闭上了嘴。按照计划，车队在傍晚时分停在了一处开阔的河谷地带扎营。我故意布置了少量的尸偶，将高阶尸偶隐藏在周围的山林中。从外表看，整个营地的防守漏洞百出。入夜后，我坐在篝火旁假装放松，实际上精神力已经完全展开。云若雪躺在帐篷里睡觉，实际上时间掌控一直处于感应状态。苏慕晴则真的在睡觉。午夜时分，我的精神力捕捉到了异常。营地外围，一个普通丧尸正在缓缓接近，他的外表与其他丧尸毫无二致，但他的行进路线太过刻意了。他绕过了巡逻的尸偶，沿着防守空隙向着营地核心走来。我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假装毫无察觉。丧尸越来越近，已经走到了营地的边缘。他的目光在篝火旁扫了一圈，最终锁定在了我的身上。他手中拿着一柄短刀向我冲来。就在伪装者冲到距离我5米的位置，伪装者的时间停止了。云若雪从帐篷中走出，小脸冰冷。果然是人类，他平静地说。丧尸体内没有时间流速，他的心脏还在跳动。我站起身，走到伪装者面前打量此人的伪装，从外表到心脏还在跳动。我站起身，走到伪装者面前打量此人的伪装，从外表到气息几乎无懈可击。如果没有云若雪的时间掌控，我还真未必能在第一时间识破。下一刻，我释放精神力，给隐藏在山林中的5阶尸偶们下达的总攻信号。而在数公里外的7人小队临时营地中，他们瞬间察觉到了铺天盖地的杀气，不好，哨兵暴露了。为首的寸头男子秦衡面色巨变，猛地站起，全员战斗准备，但已经来不及了。火焰1号的火灵血焰率先到来，不到10秒钟，3架直升机就化作了3团巨大的火球，退路断了。一名进化者面色惨白，不死1号紧随其后，血色光芒笼罩了一名正在施展能力的进化者。那人只觉得身体不受控制地向着不死1号飞去，下一刻血灵长蛇已经洞穿了他的胸膛。飞行1号从高空扑下，展开飞天领域，球形迟滞领域笼罩之下，2名进化者打出的远程攻击瞬间减速，威力锐减到几乎为0，而飞行1号的钢爪却不受影响。秦衡的能力是体表金属化，全身覆盖一层银色的金属铠甲，防御力极强。2胖一棍砸下，那金属铠甲虽然凹陷却没有碎裂，但第2棍紧随其后，金属铠甲炸裂，秦衡口喷鲜血跌飞出去，还没落地，不死1号的长蛇已经追至，秦衡当场毙命。我通过尸偶视角确认了7人小队无一生还。松了口气的同时，我走回营地，看着依然被冻结在原地的伪装者。怎么处理他？苏慕晴也被冻惊惊醒了，披着外套走了出来，吓了一跳。杀了。云若雪平静地说，她手一挥，一个念力针钻入伪装者的眉心，时间掌控解除，伪装者的身体软倒在地，恢复了人类的模样。苏慕晴蹲下来，从尸体的胸口内袋里翻出了一个证件。腾龙战队，我心中并无多少波澜，但云若雪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她盯着那个证件看了许久，帝都连续派出2支王牌战队都被全灭，下一次他们恐怕不会再派战队，会派什么大军？云若雪抬起头，目光幽深。帝都方面一旦确认2支王牌战队全灭的消息，就会将我爸爸列为最高威胁级别。到那时候，追杀力度会成倍增长。2支王牌战队的覆灭，只会让帝都方面更加认定丧尸王的危险性，他们不会放弃，只会加码。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出省。我在纸上写道：当夜车队连夜出发，不再停留。我让飞行1号在高空不间断侦察，确保没有追兵尾随。在快要到达临安市外围时，我决定不绕道直接穿城，绕道至少多走5天，在荒野中多待5天就多5天的风险。而临安市区虽然有基地市，但市区面积巨大，只要选择远离基地市的路线快速通过，被发现的概率并不高。我提前释放精神力，将沿途的丧尸全部纳入掌控，让他们给车队让路。整个车队在黑暗的城市街道中穿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车队顺利通过了临安市区的大部分路段，前方就是市区南部出口。就在这时，飞行1号传回了紧急情报：市区南部出口的高架桥上停着一列军方车队，数辆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横在桥面上，形成了一道路障。桥头2侧的建筑上还部署着狙击手，是临安基地市的部队。但仔细观察后，我发现这些军方人员并没有紧张备战的状态。临安基地市可能是在收到丧尸王出没的通报后，在主要出入口设置了检查站。爸爸，不能从这里过了。云若雪说，就算能打过去，动静太大，会引来整个基地市的追兵。我同意绕路，车队调转方向，拐入一条偏僻的巷道，向西迂回。通过地图，我准备穿过临安市区西部的工业区，从那里的环城公路出城。但工业区的路况极差，到处都是倒塌的厂房和堵塞的车辆。20分钟后，车队驶出了工业区，来到了环城公路上。就在我以为要成功脱
身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3架武装直升机从市区方向飞来，探照灯的光柱在夜色中扫射，正在搜索着什么。加速！我心念一动，车队猛然提速，直升机迅速追来，探照灯锁定了车队，紧接着机炮开火，子弹打在车队尾部的公路上，火星四溅。前方车队立即停车接受检查，否则我们将开火射击。我没有理会，火焰1号从车队中飞起，化作一道赤色流光冲向了直升机编队。巨大的爆炸声中，火光冲天，残骸四散坠落，探照灯熄灭，追踪中断，车队全速冲过了城市边界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出来了，苏木晴长出一口气，可我的心并没有放下来。临安基地室一定会将车队的方向报告上去，接下来的路程必须争分夺秒。车队一路狂奔，天亮时分，终于看到了江省和邻省的交界标识。但就在车队驶过省界线的那一刻，飞行1号从高空传回了一个画面，让我的笑容瞬间凝固。省界南侧的一座山头上，黄轩正站在那里俯视着通过省界的车队，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似乎在跟踪和观察。云若雪也发现了黄轩的存在，小脸上闪过一丝冷意。这个人很危险，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要不要先把他解决了？我摇了摇头。黄轩的那头变异穿山甲虽然被我们杀了，但他本人是御兽者，指不定暗中还有什么底牌。但眼下不是处理他的最佳时机，出了省，一切要从长计议。先走。我写道。车队继续南行，驶入了邻省的地界。出了江省后，路况明显好转。宽阔的高速公路虽然也有车辆堵塞，但远不如之前那些山路崎岖。3天后，我们抵达了邻省的云州市。云州市末日前是一座有着300万人口的大城市，如今也已经成为了丧尸的领地。但对我来说，这里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300万人口意味着数量庞大的丧尸，大量的丧尸意味着大量的进化丧尸和晶核。而且这里远离江省，消息传递缓慢，短时间内不用担心人类基地室的追杀。车队驶入云州市区后，我照例掀起尸潮清扫周围，收割着一颗颗晶核。云若雪则抓紧时间修炼，同时喂养她的老乌龟。经过这些天的积累，老乌龟终于成功晋升4阶，体型已经大到可以在龟背上搭一张桌子打牌了。苏木晴也没闲着，她每天都会骑着变异黑牛大黑外出猎杀凶兽，实力稳步提升。同时，她也在坚持修炼云若雪传授的9元断脉功，气息愈发深沉。而我利用这段时间，将麾下的尸偶队伍进一步壮大。通过收割云州市区的丧尸晶核，我又培养出了多头4阶尸偶。这种实力，就算是正面硬刚一个中型基地室，我也有信心。但我只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小西西成长。可惜在云州市停留的第5天晚上，我通过飞行1号的高空侦察，发现了云州市区的西北方向有一支规模庞大的车队正在向这边移动，数十辆军车、装甲车和坦克，以及6架武装直升机护航。车队中央还有几辆涂着特殊标记的指挥车，他们的方向直指云州市区。消息还是传到这里，我心中一沉。看来帝都方面已经将丧尸王的通缉令扩大到了邻省，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是邻省基地室在接到通报后组建的围剿力量。但也不排除黄轩将我的位置透露给了这边的基地室。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能留在这里了。苏木晴已经习惯了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沉默地开始收拾东西。云若雪则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安静的城市街道。爸爸，我们不能一直这样逃下去。我知道他说的对，但眼下除了跑还能怎么办？总有一天不用再跑。云若雪回过头，对我露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里有着远超她年龄的沉稳和坚定。凌晨时分，车队消失在了云州市的夜色之中，而在数十公里外，那支浩浩荡荡的军方车队仍在推进。指挥车内，一个面容冷峻的中年男人正在翻看着一份文件，文件封面上盖着红色的绝密印章，标题只有5个字：丧尸王档案。男人合上文件，望向了远方黑暗中的云州市方向。这一次，你跑不了了。